昨天突然的降雨让我获得了足够的淡水，又利用瓶子、松针、沙土、木炭进行过滤，解决了在岛上缺少淡水的问题。这是昨天赶海我们抓的小鱼，我们把它晾成鱼干。这2条鱼我们作为诱饵，脱掉我们的袜子，将其包裹起来，捣碎，这样才能释放出鱼儿喜欢的味道。现在我们把它抛入大海，我们把绳索固定在这里，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去清理一下附近的海洋垃圾。今天先捡这些，我们先去把鱼笼收了。这里面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？可能是因为时间短的原因。看来我们只能去沙热先找些食物了。这里的仙人掌果已经熟了，我们摘一些回去。摘了这么多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抓紧回去。这些小鱼都已经晾成鱼干了，我们把它收回去。由于鱼笼没有上货，我们先烤一些小鱼，补充一下体力。我们把仙人掌果掰开，作为调料。鱼已经烤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吃。这点小鱼根本就吃不饱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鱼笼吧。用这么大的龙虾打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昨天我们把小鱼包裹起来，捣碎作为诱饵下入鱼笼。由于下笼时间太短，导致鱼笼没有任何收获，无奈只能再次抛入鱼笼，等待明天的收获。现在我们去把昨天下的鱼笼收了。可能是因为海浪太大，绳子都被磨断了，看来我们只能去礁石局找找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绑鱼笼的绳子吗？怎么在这里啊？鱼笼被冲到这里来了！哇，里面有大货！这么大的龙虾和螃蟹，不过都已经成了，耐下去了。我们只能用它来打窝了。我们先把螃蟹捣碎，放入坑里吸引小鱼。用这么大的龙虾打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现在我们去潜水找些食物。抓了半天，只抓到了这么一点螺，我们拿回去烤了。已经煮熟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尝尝。这里面全是寄居蟹，不是海螺啊！这是昨天摘的仙人掌果，我们补充一些体力，去把坑烤了。哇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么大只寄居蟹，我的天哪！昨天由于海浪过大，我们的鱼笼被冲到了礁石区。当我找到鱼笼，却发现里面的龙虾和螃蟹早已腐烂变质。由于无法食用，只能用来打窝获取食物。这么大的龙虾打窝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今天早早起床，吃一些采来的仙人掌果作为今天的早餐。也不知道昨天打窝的坑有没有收获。我们一会儿就把坑掏了。在掏坑之前，我们需要利用它制作一把趁手的工具，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淘水和获取渔获。我们的掏水神器特别的合手，我们现在去把坑掏了。水槽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抓获。这里发现了一个海螺，这里面还有个龙虾。这龙虾也太小了，还不够塞牙缝的，我们还是把它放了吧。这个龙虾的大小还可以。这么大个寄居蟹，我的天哪！我们现在把它拿回去烤了。这天气马上就下雨了，我们得抓紧了。我们先把龙虾烤上，还有这个大寄居蟹。我们利用烤龙虾的时间，用仙人掌果做一些果酱。那个龙虾也烤好了。这个寄居蟹好肥呀，满满的都是黄。
这也太香了吧！昨天我们利用竹子、浮球成功升级了淘水装置，却意外让我抓获了2只龙虾。其中小龙虾我们选择了放生，然后继续淘水。把水淘干后，却只收获了1只巨巨蟹，被我带了回去进行了烧烤，那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这鬼天气又开始下雨了，而且今天的海浪又特别大，大滩上应该会有很多物质被刷新。我们去看一下，什么也没有找到啊！这雨越下越大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哎，这里有个浮球，这个浮球也太大了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抓沙蟹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浮球切开。现在，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应该有沙蟹，我们在这里挖出一个深坑，放入浮球，再用沙土把缝隙填上。底部我们再垫一层松针。现在，我们去找些诱饵。这是前几天我们吃剩的海胆壳，就用它作为诱饵，放入浮球里。想要获取更多的食物，我们就需要给它足够的时间。现在我们去山上碰碰运气。这里的金娘子已经成熟了，我们摘一些拿回去。味道甜滋滋的，我们得抓紧回去，马上下雨了。顺便看一下沙蟹陷阱有没有收获。这里边什么也没有啊，看来我们只能等明天的收获了。哇，这么大的海星！昨天我们利用捡来的浮球、松针，利用海胆作为诱饵，成功制作沙蟹陷阱。又在岛的北侧找到了些野果，补充了些许体力。由于风浪过大，沙蟹陷阱并没有任何收获，只能等待明天的到来。我们先去把昨天下的鱼笼收回来，里边应该有大货。鱼笼里面什么收获也没有。哎，这里有螃蟹蜕的壳，我们用它作为诱饵，把它放入鱼笼。走，沙滩上还有一个抓沙蟹的装置。可能是因为海浪太大，我们的沙蟹陷阱也被沙子填满了，这什么也没有啊！看来我们只能靠潜水了。刚潜入水下，就发现了大片的珊瑚和成千上万条小鱼在我眼前徘徊，又在鱼群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。哇，这么大的海星，这是什么海星啊？有认识的吗？我们还是把它放生吧。实在是太冷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庇护所吧。这是昨天摘的木瓜，我们只能吃它了。今天只能吃它硬扛一下了。昨天我们通过潜水获取渔获，却让我收获了1只蓝色的海星和1只龙虾。投放的鱼笼也让我收获了很多渔获和1只3斤左右的赤臀鱼。由于食物充足，我决定把赤臀鱼寄养在鱼笼里，等待明天的到来。我们先去把赤臀收了，作为今天的早餐。哎，鱼笼怎么不见了？应该是昨天夜晚的风浪太大了，我们绑鱼笼的绳索都被磨断了。那个鱼笼里边有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我们只能去找一找了。哎，快看，我们的鱼笼被冲到这里来了！哇，里面的赤臀还在里面。这赤臀已经臭了，看来今天是吃不了了。我们还是用它来打窝获取食物吧。现在正在涨潮，我们得抓紧了。为了避免诱饵丢失，我们要利用上这个网兜，加入石块，方便它沉底，捆扎牢固。我们把它投放下去。由于打窝获取食物需要漫长的等待，我决定潜入水下获取一些食物。一潜入水下就发现了密集的鱼群，由于没有工具，只能选择放弃。又在鱼群的附近发现了2个塔螺，这里还有个海茄子，我们也把它带回去。那么大的新龙虾，让它给跑掉了。看来今天我们只能吃一些这个，将就一下。明天我们再去逃坑。